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收看大叔中文。今天我们3位大叔同时 AKA 也是专业的中文老师哦。对，今天我们终于要聊一聊我们的专业领域了，就是中文教学。我觉得其实我们3位都有一些中文教学的心得哦，特别是Ben叔最近呢，这个发布了很多中文教学的视频，爆款视频，我听说得到了不少回响，爆款就不用说了，已经爆到不行了哦。然后很多同学的回响，很多甚至这个回响都跑到我这里来了，是吗？同学们怎么说？用这个方法，对，同学都说理查老师不要用你的教法，我要用Ben叔的教法。我说好，也可以，我也可以。然后最近我开始收到这样的要求了，所以Ben叔，你最近这样的中文教学，最近对你的生活有没有造成什么不便之处？有什么不便？没有什么不便，因为就是我本来是想偷懒嘛，因为我想拍一点视频放到我的油管的频道，但是我又不知道拍什么好，所以我就是本来我也要每天上课嘛，那我就把我上课的视频录下来，然后经过学生同意之后放到我的这个个人的网站上啊。没想到大家看了之后就都问我怎么找你上课，怎么找你上课，我就把我的 italki 的链接放在下面，我说你们在这儿找我订课就可以，就发现我的这个 italki 的教师页面的浏览量和订课率都上来了，就是等于说本来是偷懒，但没想到就是效果还很好，给我带来很多生源。那我觉得这个要特别聊聊就是Ben叔啊，你教 Bryce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教学的方法跟理念？对啊，把你的武功秘籍快点讲一下。我们2位是想要好好的偷学一点技巧回去用一下，因为我们也有学生嘛所以我们也希望让学生，我觉得我们老师都是这样希望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这个旅途或过程当中，不只学到知识，还要开心快乐，很生活化。我觉得这是老师们共同的心愿。其实我先可能有的学生可能还不知道我教学风格什么样，我给你们找一个片段吧，然后你们看一下之后，然后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我的背后的这个课的设计的理念。好，擦一下眼睛，好好看一下赶快我眼镜擦一擦。你喜欢去饭店吃饭吗？喜欢对吧？那现在你点菜了服务员端过来你的菜你刚要吃的时候，你看见我的菜里边有一个虫子有一个虫子，那怎么办？你现在你做什么？看情况吧，看情况。如果是真的真的很恶心的虫子的话，对，我会问服务员，叫服务员过来，对吧？叫服务员过来叫服务员过来。那你对服务员说什么不好意思，在我的盘子里面有一个虫子，可不可以换一盘新的换一盘新的服务员看了一下，然后服务员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他拿起来你的餐巾你知道就是这个擦嘴，如果我出汗了可以擦汗擦嘴，这是餐巾所以服务员拿起来一个餐巾，然后他把虫子拿起来扔掉。这是什么餐厅？他说现在你可以吃了。他说没关系，你看这个虫子没有在你的菜里边，在盘子旁边，无所谓的，你吃吧。那你怎么办？那如果是我觉得真的不行的话，我会直接离开，因为我还没有付钱，对不对？对，所以你不是一个喜欢发火的人。没有，不会对服务员发火，你不会大喊，不会批评他不会，都不会你不会举起来你的
餐巾，然后你扔到地上，不会这样说。我是一个好的客户，好不好？好的啊，哇哦，round of applause，谢谢，respect，我看完之后感受真的就是，假如啊，我不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真的想和你学中文，我就觉得这种情境式的，这种教学方法真的很好，你就是通过一个个情境，很真实的情境。而且说实话，我会觉得有些老师也会提供这种情境，还有以前的课本也会提供这种情境式的教学，但是你感觉很死板。但是呢，有一个真实的，像你，因为你就是那种循循善诱的那种类型，然后根据学生的这个反应不断往前推进，而且这个特别是很生活化，同时又很幽默，上个课还拿个盆儿，这种我感觉很好玩，就是真的，我要不是一个中国人，我一定顶你的科。对这个，我是觉得上课的时候我不想弄得太刻意的一个教学任务，我是想整个的课都是那种比较真实交流的一个东西在里边。是的，然后这个情境最好是能够层层推进的。比如说你在盘子里吃到虫子了，那你接下来肯定要跟服务员聊天，你们要处理这个情况。对，那处理的时候，那我可以跟学生一起来编剧情嘛。那服务员不是脾气特别好的，也是比较暴躁的，你旁边可能又约会了一个漂亮的女生，你要克制自己啊，就很多东西可以跟学生一起去编，一起把这个剧情进行下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玩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其实我也不是随便就找这个情境，因为这个我练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情境都是跟我最后的输出的任务相关的，因为我一般在这个课的最后结尾的部分会给学生设置一个输出的任务，就要把我们前面情景里边学到的生词再练一遍，看它真的可不可以用出来，所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课序，从输入练习到输出，就是有设计在里边的，形成了一个闭环。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中文老师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教学目标跟理念，还有方法，这个都很重要，不是随便教就像刚刚看了Ben叔那个视频，你就会发现他在描述一个动作或一个物品的时候，他都是用中文解释中文。所以你会发现学生不断的在用同一个语言，他想要学习的目标语言去动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培养中文脑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解释也用中文解释，所以这个就会让学生忘记自己的母语，他会完完全全沉浸在中文当中。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人类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很大部分的时间是需要跟物品跟语言做一个连接的。所以比如说像Ben叔在上课的时候，你讲到这个服务员，然后端着东西，或者是有蜜蜂，这个想到那个物品或东西跟中文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会加强巩固你的记忆性、记忆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中文老师可能在这方面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些教学理念跟理论跟一套方法，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的学习中文。而且我觉得Ben叔那个教学的方式真的很轻松，有没有那个？你上课不会觉得有压力，你感觉在跟一个好朋友聊天打屁，然后在这个貌似打屁的过程中，很不传统的、很轻松的闲聊的过程中，其实这个语言就自然而然的进入你的脑海中。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学自己的母语的时候的状态，也是这样子。一般来说就是很生活化、很轻松的感觉。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每天上很多课，就是我知道怎么教课本或者是教语法典，但是我自己可能那么教的话，传统教学方式我可能也没有那么特别的享受，所以我想，既然我已经上这么多课了，我自己也要玩进去，我自己也要享受其中，所以这个方式其实是我也能够玩得很开心的一种教学方式，因为
我不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他怎么会推进这个场景，然后我可以根据他输出的告诉我的一些细节，然后再继续发展这个故事。所以每个学生同一节课可能那个故事的走向是非常不一样的，就真的用起来，我主要觉得你这个课程会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有用，都是一个生活一个个场景，真实的场景。我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就是很意外的，本来我只是想交差在 YouTube 上放一个视频，就没想到就是为我的那个 italki 引流，所以 italki 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啊。然后因为毕竟我也在这个 italki 工作了10多年了，10多年了，都在上面做这个1对1的教学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没有最好的老师，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老师。对，但是适合自己的老师是不好找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你能够一一挑选，找到一个符合你的个性，有的人比较内向，有的人比较外向，所以如果你能通过一个平台找到一个适合你价格的老师，找到一个适合你个性的老师，找到一个能够符合你上课时间的老师，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也节省你很多这个，你知道，就是好像海底捞针，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你一个一个老师去比较，找出最适合你的那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节省了你的时间，也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那我觉得italki 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我在 italki 也是，我找很多西班牙语老师，对啊，而且它上面有这个社区老师和专业老师啊，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只是想就是随便练练口语，那我可能就去找一个社区老师，就是我们聊的话题可能没有方向，想到什么就聊什么。但有时候我如果是要备考那个 DELI， 因为我考过那个西班牙语的等级考试，那我就专门找帮我备考 DELI 的专业的老师。也有就是之前学语法嘛，因为我自己在西班牙，我可以做简单的交流，但是我一直在犯那种小的错误，我会专门找老师帮我去纠正这些错误，修正。对，他找到这个错误，他知道我哪个语法点有问题，那他就可以个性化的帮助我来学习这个语法点，1对1的这个课程就完全针对我犯的错误来帮我纠正和提高。所以我觉得我在 italki 就是还是挺开心的，可以找到我想找的老师。而且还有像我这种人不管是买东西或者是比较商品，我最喜欢看那个货比三家吗？使用者的评论，因为我觉得这些评论会让我帮助我判断这个商品是不是好的商品，所以我一定每一个评论都读。所以我觉得 italki 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及时性的看到已经跟这个老师上过课的学生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感觉。那我觉得通过他们的评论，我可以间接去判断说这个老师是不是我喜欢的老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italki 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通过已经上过课的学生的及时反馈，你可以帮助你去判断这个老师是不是我要的，然后他是不是上课真如他的简介里面说的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咱们现在就给学生们简单介绍一下 italki 到底有哪些好处呀，对不对？我非常推荐大家试一试 italki， 它是一个在线语言学习平台，你可以直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母语老师进行1对1的个性化学习。在 italki 上，你可以通过和母语者进行真实对话来提高听力和口语能力，还能获得老师实时的反馈和指导。这种充满鼓励的练习环境能迅速帮助你提升口语自信。通过 italki， 你可以轻松找到符合自己水平、兴趣和需求的老师。你甚至可以选择会说你母语的老师，让学习过程更加轻松顺畅。我是笨老师，我从2016年开始就在 italki 上教授中文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上了4000多节课，见证了许多学生从完全不会说中文到能够自信地进行日常交流，甚至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对我来说，这是1对1语言学习最有价值的地方，真实的交流、持续的反馈以及看得见的进步。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学了很多中文，却还是不敢开口说，那我真的建议你在 italki 找一位老师进行1对1练习。
真实聊天带来的进步速度往往比单纯背单词和做练习快得多。除此之外， italki 的学习方式非常灵活，你不需要购买昂贵的长期订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自由安排课程。记得点击下方简介中的链接，开启你的语言学习之旅。记得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大叔，首次充值$10即可减免$5，用于购买第1节课程。优惠仅限前50名用户哦，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我有很有趣的问题要问今天好紧张哦，好多问题。好，你问。就是我想问你们，如果你们去找老师啊，在这个平台上有这么多的老师，你们到底是会根据颜值去找老师，还是会像茶叔说的按教学能力啊，或者看一看大家的评价去找老师？我觉得第一个演员吧，演员第一点应该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也肯定需要考虑价格嘛，就是你能接受的价格是在什么区间的？啊，那当然，对吧？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需求。就是你找这个老师，你想干什么？就是你想这个老师能帮助你哪一点，你就必须找这方面的老师。所以我觉得一个大的平台，就是你的选择性会比较大，而且像茶叔说的有很多评价，你可能可以去对比嘛。而且这种平台它也有试听课，你试听1节看一下，假如这个老师好像能力不是像他自己宣传的那个样子，那我不上他的课就行了，那还有别的选择。我是觉得有这么多老师的话，肯定能找到一个真的契合你的一个。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呢，他就是比如说我们3个人很快就能聊得起来，老师和学生也是一样的。有些老师他虽然能力颜值也好，对吧？价格也美丽，但是能力也刚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和他聊不起来。很多方面感觉就是不对劲，对，这也有，所以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大一个平台，就是选择性更多，就是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老师。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找老师，我的理念一直是这样啦，没有最好的老师，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老师。所以我一直建议我的学生们找老师的话，一定要多方尝试。今天你跟茶叔上课了，不见得你要一直跟他上课，你可以多去比较灿叔或者是Ben叔或其他老师的课，最后再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我觉得一个适合你的老师是需要去寻找的，不可能我第一堂上课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美的课。特别是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在平台上你会看到这个老师的视频，自我推荐的视频，会觉得这个不错，所以我觉得先看一眼他自我介绍的这个视频也很好，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一个介绍的视频，看看他是不是很会演，很会教，很能够一眼吸引住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去看这些的话，说真的，你第一眼跟他，你比如说第一次上课，你会觉得他怎么跟他聊不起来，磁场不合那种感觉，那你就会这个钱就浪费掉了，我觉得也蛮可惜。对，我挺同意那个灿叔说的，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目标对不对？对，因为有学生来了，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求啊，可能就是让老师帮他决定。那有的老师他可能经验不足，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做，就可能就随便找一个课本就开始教这个学生，但最后学生可能发现自己不愿意学这个课本，他跟你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需求在上课之前就先比较清晰的告诉老师，让老师可以能够针对他的需求来进行准备课。对，像我特别喜欢有一些学生，他们是自己有自己的学习系统的啊，比如他们可能说我现在在用这个某一个教材，或者是用某一个学习产品，然后他把他学过的内容告诉我，然后他说老师，那上课的时候我就想用这些词来说话，来表达自己，那我就可以根据他提供给我的素材去设计我们上课要练习说话的内容啊。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上课前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应该要先跟这个学生做一个初步的沟通，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你想要，甚至像我会问学生你的背景是什么？
比如说我有一些学生他是委内瑞拉人，但是他是到美国生活、读大学、毕业、工作，那他的生活背景就是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学生。那有的学生是华裔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老师先知道学生的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就他的背景做一些教材的微调，或者做一些教法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而且这个是真人老师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真人老师是会随着学生的需求做改变的。对，他不是千篇一律的都是同一种教材。今天学生的背景改变了，学生的性别改变了，学生的要求改变了。像我有的学生是一直想学心理学的东西，那我们属于这种真人老师就要去所以自己要去补充一下关于心理学的一些知识。所以一个真正的老师能够根据学生的需求，我们中文说因材施教嘛，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的真人老师要做的功课其实是非常多的。对，我在这里我就能感受到真人老师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因为虽然现在是 AI 时代，其实很多东西好像是可以取代的，比如说语言教学里面，但其实我觉得真人老师的其实特别是能力比较好的真人老师确实是很难被取代的。而且我觉得比如说 AI 的这个东西啊，它很多循规蹈矩的东西，就它很多死板的东西，但老师是比较灵活的。我觉得这其实能看出一个老师的水平，其实在老师的一个灵活性上面。比如说水平一般的老师，他胆子会比较小，他只敢循规蹈矩的根据一些课本，对，然后给你讲什么。对，因为这个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因为我儿子在学英语，所以他也报了一个英语的一个老师，但老师的水平比较低一点，我们会觉得反正让孩子能练习也不贵，这样 OK。但是呢，那个老师他就很死板，必须他这个课程这节课有什么，他必须一点点教下去。孩子说的再多点，他赶紧拉回来。但其实说实话，对于小孩子而言，他需要输出更多，他就没有这种能力去承接孩子这种需求，这是一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做的是中高级的中文教学，所以其实每个学生的需求都不一样。有些学生他来和我说，老师，我想读一本小说，我和你共读这本小说，然后咱们每个星期读一章，读完之后咱们聊，然后聊的甚至不是这个小说的内容，而是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历史等等。那就是这个就是需要高度定制化的，就是你有能力，因为也不是所有老师都有这种能力去做这些东西的，所以需要就是更灵活的一个方式去应对。而且其实像刚才你们两个说到，就是学生的需求点也很重要。当然我一般课程不会在提前和学生沟通，我来的时候和学生沟通，但是我就是会让他做两个事情。第一个，先做一个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我能首先了解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其次我能了解你这个中文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对。然后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想通过这个课，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中高级的普遍它就是有一个瓶颈期，发现自己学了很久，然后就是突破不了，发现自己只能用一个比较简单点的中文去表达一些东西。那怎么让自己更丰富一点，更地道一点？这是大部分中高级的中文学习者会面对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面对的问题，你又不能完全死板的说用一个模板去套，而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特色，对吧？他自己的喜好，他的一些能力等等，去找不同的方向，把它往前推一推。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人中文老师，我觉得真正的价值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一种定制化的一种服务。当然我相信 iTalki 这种平台里面有非常多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老师，对不对？对，就是我同意，就是我觉得真人老师比 AI 强的一个点就是他可以实时的去这个看学生的这个课堂上的表现，对，就是知道在学生卡壳的时候是应该降低语速，还是说去试着用简单的表达方式帮助学生把那个卡壳的点绕过去，还是说可能给那么一点点的引导，然后通过不用直接给出来，然后可能就是用一些手势啊，或者是表情啊，或者是道具，帮助学生去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啊。对，所以我觉得
AI 的话可能会比较机械的按照一个语速或者是就是比较生硬的去修改，或者每一个错误都给你修改。老师的话也会保护好学生表达的自信心，就不会说你每个错误我都要停下来去纠正你。毕竟我是想让我的学生去这个能够就是比较放松的安全的环境下去愿意去说出来，因为毕竟他们学了很多年，如果一直去纠错的话会打击那个说话的自信心。对，是的是的，对，而且我觉得其实真人老师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其实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口语说话的时候几乎有一半是用肢体语言。所以我觉得你跟真人老师上课的时候，你也在学习那个语言那个文化所代表的肢体语言动作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文化的一环，这个肯定是 AI 做不到的东西。然后呢，另外就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他是会察言观色的，他可以从学生的表情看得出来他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反应。你需要提醒他一下，你需要给他一点线索，或者他今天的状态根本不适合上课，他可能失恋了，他可能跟老婆吵架了，各种的这种表情，一个老师是看得出来，他今天上课情绪不对，我是不是应该先跟他聊一聊生活的一些事情，让他放松了再上课。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 AI 做不到的东西。我们真人老师是可以，一个好的老师是可以通过对方的表情、语气跟他的眼神来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精细的微调。我觉得我要先厘清一点，就是价格低的老师不一定是教的不好的老师哦，因为我真的认识很多老师，他就是20美元、25美元，我就觉得他其实是教的很好，而且他也很专业，而且他是可以教双语的，而且他资历也很足够，所以我觉得不一定价格比较低就是不好的老师。我们也采访过很多老师，他的价格在 iTalki 里面可能就18美元、20美元，但是他教的很好，因为他人生经历也很丰富，他可以跟你聊这些旅行的经历、生活的经历，你一样可以获益良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缘分运气遇到价格低又跟你磁场很合的老师，我觉得是很好的。不一定，我觉得真的 iTalki 上面也有很多价格是很公道的老师，但是他教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跟他聊不聊得来，你跟他可不可以聊得来，聊得来你再进一步的，我觉得需求说清楚是对师生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教学相长嘛，学生也要适度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跟我觉得我可以怎么上课，那我觉得老师你也可以这样子教我，我觉得彼此的沟通可以让这个老师自信心爆棚，他会教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各位学生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会遇到可能才刚这个进入这个行业的老师他可能教就会怕怕的，那我觉得就可以去鼓励他，学生鼓励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练习中文的方法。对呀，因为有的学生可能会觉得我不好意思提要求，我要尊重我的老师，就是可能我对这个老师的讲法不满意，我就憋在心里，因为毕竟我要尊敬老师嘛但是我觉得你们也可以从老师的角度想一想老师真的是想让你继续续课，想跟你长期的上课，但是老师可能真的就是摸索不到，就是你到底这个学生他的需求是什么对，老师可能看到这个学生的微表情，好像我刚才讲的东西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但是学生又没有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对，老师是想让你长期的去，这个有点像服务业的感觉了，对，就是老师是希望你一直定下去，对，你说出来2个人其实都可以就是受益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真的。其实跟着真人老师上课有一点，我是觉得刚才笨叔也说了，就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说得非常清楚，而且需求也分很多层次一个需求当然就是说我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可能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因为和老师也是不断的在磨合的过程，对吧？比如说我有个学生，因为有时候和他聊嗨了，我可能话比较多一点点，
那个学生后来课后就会发来短信，老师和你上课真的很开心，但是有时候我想自己多说一点点。对，然后会然后从那一节课我就说你和我说这个我很开心，因为有时候确实自己说着就会说多点，就会想分享嘛，我们都是这种爱分享的人。然后自从这一节课之后，我就会刻意的把自己说的东西变少，让他去多说，然后通过和他上课帮他去调整，找到一些更好的词汇。觉得这样的方式，我们就一直上课上下来也很开心。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和老师说清楚。在第一个是核心需求，然后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有各种不一样的需求都要清晰的表达出来。老师肯定是希望和你上的越多越好的，那是肯定的。对，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个这个认知的这个断层，就是老师可能那边觉得你花这些钱过来跟我上课，我必须给你讲清楚一些东西，我必须多给你讲一些东西。是的。那学生这边可能是想，我就是报你的课是因为我学了这么多年汉语，我说不出来，我上你的课主要是为了我能多说出来，我不是为了听老师一直在讲。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让老师知道，而且有的学生可能不喜欢老师用英语教中文，那你也要告诉老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就是每次解释一个点就突然就翻译成英文，我想要可不可以就是用比较简单的中文，我会的中文来解释，让我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老师你的英文太烂了，不要再说了。没有，从来没有学生这样说过我。就是我还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有的老师喜欢布置课后作业，那我觉得身为学生的也要适时表达你有没有时间做。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真的，我以前就是你知道，身为一位老师，就是真的希望为学生好，希望学生能够课堂上学到最多，课后也要练习很多，所以我那时候会布置一堆作业哦，你回去贴一张纸在冰箱上。这叫打开冰箱，这叫把冰箱关起来你要贴在冰箱上什么什么我都这样，就是给他很多课后作业去做。那后来这位学生跟我沟通说，老师因为我课后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我真的没有时间做这么多课后作业。那我觉得学生反映给我之后，我就会做调整，我就会把这个课后的这个功课的量减少，甚至我要先问他你就希望上课的时候学习中文，还是希望课后再多做一些作业，多做一些练习。我会先问过学生有这个需求，我才会去布置这种课后作业。我以前甚至走火入魔，以前就是要学生每天你给我录个5分钟的音给我听，我听听看你发音有没有进步。那学生压力巨大，他觉得哇，这个跟这个老师，但是老师就是一个心态，我希望你越快进步越好。对，就是是的。对，那其实无形中给学生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不自知。对，所以这个也是学生跟老师之间要做一个沟通的地方。我也和你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那个学生他想提高自己的中文，他中文其实已经很好了，在台湾生活了挺久了，然后他又觉得自己好像表达方式不够好，然后刚好呢他有点想做小红书，因为他是健身方面的比较厉害的一个人。对，我就说那这样的话其实刚好你就每周做一个小红书的视频给我，然后我给你反馈一下，然后你再重新做。然后那个学生后来感觉压力太大了，老师我不想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每个人其实我觉得和我们上课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已经工作的比较多，或者有家庭的，真的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情况，你能拿出多少时间去学习等等和老师说清楚。老师的初始目的就初衷真的就是不断的给，想把你喂得饱饱的，但是我们也说实话，每个人的胃口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其实一定要说清楚。老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没有力气了，都要说清楚。对，就是学生不只是就是关于作业这个问题，真的学生要比较真诚的告诉老师。有的学生可能想那我上课了，就是虽然我没时间做作业，但是老师还是要给到我这个作业就是会管老师要，但是真的要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能力去做完这个作业对，因为老师给你作业的时候，他可能他的下一节课的计划就是前20分钟去帮你改作业，或者因为你做了这个作业，老师下节课可以讲更难一点的知识
就是不用再去更多的去重复前一节课学过的东西。如果你不做作业，老师下一节课可以去再多重复你前一节课学的东西。你做作业，老师下一节课就可以涉及一些更多的新的知识。那如果你这边给老师错觉，觉得你是可以写作业的，但实际上你没有时间做，那你也会影响老师对课程的安排。就是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很真实的去反映你的情况，就是不要去太夸大，也不要想啊我花钱了，我要就是学的特别多，但可能一节课刚好就是让你比较舒服的说出来，没有学那么多东西，但是你真的学会了，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实际一点的目标，不要去设置太远太高大的那种目标啊。对，就是说明自己的需求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像我有一个学生哦，他就说老师我3个月内要学好中文然后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帮你做到这一点哦，因为第一个你的目标太模糊了，然后他才跟我深入的说，因为他3个月后要去中国找他的女朋友，要见他未来的这个岳父岳母，所以他3个月内把中文学好。我说你现在把你的需求讲清楚，我就比较能够做到，因为你的目标就是可以跟岳父岳母沟通的中文，对，然后在中国基本上生活能用到的中文，那我就把你学习的范围说到这一点，那我3个月内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但是你要3个月内变成像母语者那么流利，抱歉，请你去找背书，不要找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你把你的需求说清楚了你的目标是跟岳父岳母能够沟通基本的生活中文，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做到。所以你的目标越清楚，老师就越能够帮你安排课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学生找我，就是非常想得到一个时间的量化的一个东西。对，就是说，老师，你觉得我多长时间能达到这个等级？多长时间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这个问题是非常，我觉得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对，因为每个人他就是能够，就是每个星期学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上课多少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学习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我第一次上课我就可以清楚的告诉你用多长时间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因为我还不了解你对吧？对，我觉得第一节课老师就告诉你我5个月6个月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他都不知道你的学习的方法是什么，你学习的时间，你学习的能力是什么。没有办法，就是第一节课你就能那么量化出来你会这个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但是我觉得更实际的是跟老师就是提前说好，老师就是能不能这节课这个我觉得可以量化你们每一节课学的这个内容，让老师知道你到底是学得很快的人还是学得很慢的人。然后每一节课不要让老师就是填得太满，可能就填到那个你自己刚好可以那节课消化，然后可以去把那节课学到的内容在课的结尾很好的去用出来，自己真的怎么知道用，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在那节课的结尾有一个很好的成就感，有一个这个更大的信心。你需要每一节课都会有一个这种让你可以刺激你一下，让你尝到一个甜头，这样你才会持续的愿意去有动力去学习比如说可能有时候上一节课你这节课按课本的话，你可能3、4节课才能学完一节课一节课本的课，那你这节课就是刚学完生词，就是老师一直在讲生词，你也没有说出来，也没有用到，你最后可能就觉得不想学下去了。但是如果你跟老师商量好说，这节课老师我们就学5个单词，但是我在课后的时候我可以用这5个单词编一个故事出来，讲一个我生活中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节课了所以就好像我们去饭店吃饭，你为什么去这个饭店吃饭？你肯定是吃到了一个好吃的菜，有一个味道
一直勾着你，这样的话你总是想回去再去尝这道菜，再去这个饭店。但如果你去一个饭店，你觉得什么都一般，然后也没有得到什么让我兴奋愉悦的点的话，那我可能就不想再去这个饭店吃饭，甚至我可能都不想吃这个类型的菜了啊。就是跟老师最好设置的目标是按每节课去设计，不是说啊我要达到这个 HSK5，在老师你告诉我几个月能达到，这个不太现实啊。对，而且我觉得不要有这种太不现实的目标之外，我觉得找到一个好老师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觉得他是好老师的分辨方法就是每一节上课前你都非常期待，对，你的内心非常的我要跟Ben叔上课了然后他睡不着觉很兴奋那种感觉就是你找到了对的人。对，我觉得真人老师就有让你这种期待感，我每一次跟他上课我都可以把内心的感受用一个第二外语表达出来，那种期待是你在上课前会有的，你会感受到那种兴奋的，那我觉得那个老师就是你需要的老师。对，所以蔡叔你要给瑶瑶找什么样的老师？不要再说了吧，已经说的挺多了。好的，不要说，可以结尾了，可以结尾了。就这集做了3个小时，很长了。对，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当然也聊了这个怎么在平台上找老师。我觉得当然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把所有的优良的老师都放在一个地方，让你能够去筛选，让你能够从他们的不管是评论或是自我介绍的视频中，你更了解这个老师，进而跟他上课。所以我觉得平台的优势在这里，因为其实有很多中文老师不像我们3位大叔啦，我们3位大叔的大叔中文就已经是我们的平台了啊。对，那就是说其他的老师，你觉得不管男生或女生，你要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而且就是不只是中文，对不对？我们要学的东西方方面面，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你找到方方面面的老师，我觉得是节省你很多时间，也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不妨去 iTalki 上面，不管你在学什么，去找找看，说不定就有最适合你的人在那里。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啦。我们说了不少找老师的技巧，那希望大家就给它用起来了，给它用起来，用起来了，用起来了，我们用起来，不要犹豫啊。那我们就对，我们就下一次见喽，大家拜拜，拜拜，拜拜。